姜维继承诸葛丞相的遗志，前后11次北伐曹魏，是诸葛亮5次北伐的延续。按照《三国演义》的描述，姜维久伐中原，但按照《三国志》和其他历史资料的记载，姜维共计发动了11次北伐。接下来的几期视频，我们就以姜维北伐为主线，串联起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走向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前5次北伐以及连结羌胡。姜维，字伯约，天水郡蓟县人，即今天甘肃天水甘谷县人。他的父亲姜炯曾任天水郡的公曹，在镇压羌戎叛乱的战争中战死沙场。之后，姜维被任命为郡中的中郎，参本郡军事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他陆续担任过上计院和从事，以及公曹和参军等职。然而，他的命运却在27岁那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。228年的一天，他和往常一样，跟随天水郡的太守马尊在各地巡查，和他同行的还有公曹梁旭、主簿尹赏以及主祭梁潜等人。然而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时，诸葛亮发动了第1次北伐。他让赵云前往包斜道吸引敌人的主力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通过岐山道秘密地前往陇西。因此，陇西各郡县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纷纷投降。正在巡查的天水太守马尊得知后，怀疑姜维等人也投靠了蜀汉，于是立即将他们扔下，连夜逃往了上邽。姜维等人不明所以，也向上邽撤退。然而，等他们到达城下的时候，发现城门已经关闭，并且不准他们进城。姜维等人无奈，只能前往自己的家乡蓟县。可是蓟县也是城门紧闭，不肯让他们进城。就这样，走投无路的姜维等人只能投降了蜀军。没过多久，马谡丢失街亭，导致诸葛亮的第1次北伐失败，姜维便跟随蜀军退回了汉中。就这样，他被迫与寡居的母亲分别，从此再无相见。好在诸葛亮对他非常的器重，任命他为仓曹院加凤仪将军。之后，他跟随诸葛亮数次北伐，屡立战功。230年，他被迁为护军和征西将军，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将领。234年，诸葛亮病逝5丈原，从此北伐的重任便落在了蒋琬和费祎以及姜维等人的身上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正式走进姜维的北伐之路。他的第1次北伐发生在238年。这一年，司马懿率领10万大军去征伐辽东的公孙渊、刘禅得知后，立即让蒋琬前往汉中，等待时机准备北伐。蒋琬到达汉中后，让姜维率领大军走岐山道，攻打曹魏的陇西之地。姜维奉命出兵，与魏军在南安郡激战了数日。南安郡的治所在狄道，即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。最后，由于魏军早有防备，导致蜀军久攻不下。而且雍州刺史郭淮积极赶来救援，姜维觉得继续攻打已经没有胜算了，于是便率军返回了汉中，第1次北伐就此结束。239年，魏明帝曹睿病逝，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，由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。第2年，姜维便再次试探性地向陇西发动进攻，但是遭到了雍州刺史郭淮的顽强抵抗。兵力较少的蜀军与魏军僵持了数日后难以取胜，姜维只能下令撤军。然而郭淮见蜀军撤退，立即率军追击，一直追到强中，见蜀军已经撤走，便不再追击，转而讨伐羌人和氐人的部落。第2次北伐结束。曹爽在亲信们的蛊惑之下，逐渐架空司马懿，开始独掌大权，并在邓阳和李胜等人的劝说下，准备征伐蜀汉。244年，曹爽调集10万大军，从淌洛道向汉中进发，结果在费祎和王平等人的阻击下大败而归。此战过后，羌人和胡人对曹魏朝廷怨声载道，曹爽在陇西的威信也大为降低。246年，蜀汉的蒋琬病逝，费祎开始掌权。247年，陇西各郡的羌胡人相继叛乱，胡王至吴代将家属留在西海郡，即今天青海湖东北侧海晏县以西，率领大军前去围攻武威。郭淮得知后，立即率军前去平叛，但他不是救援武威，而是率领大军准备前往西海郡，打掉至吴代的老窝。至吴代得知后非常恐慌，立即率军前来阻击，双方在龙以北展开激战。
龙夷及今天海晏县的三角城。结果智无代不敌，连忙向蜀汉求援，并答应投靠蜀汉。于是姜维便率军前来接应。大军到达桃水以西后，与郭淮和夏侯霸展开激战，最终顺利地将胡人救了出来。胡人首领智无代和白虎文等人率部归顺蜀汉，姜维便将他们全部迁移到蜀国境内。第3次北伐结束。姜维本就是陇西人，熟悉陇西的风土人情，所以他准备继续引诱羌胡人归顺蜀汉，从而控制陇西。249年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曹魏政权再次发生内讧，姜维便看到了机会，于是他依靠曲山修筑了2座城堡，派遣勾安和李欣等人驻守，然后联合羌胡人进攻附近的各县。征西将军郭淮、雍州刺史陈泰以及南安郡太守邓艾立即率军前来抵抗。陈泰给郭淮建议说，曲山的2座城堡虽然坚固，但远离西蜀，军粮需要长途运输。另外，羌胡人不满蜀汉繁重的劳役，必然不肯长期依附，所以只要我们围而攻之，兵不血刃，就能夺取曲城。蜀军即使前来救援，也因为山路险阻，不会很快到达的。郭淮采纳了陈泰的建议，让他和讨蜀护军徐志以及南安太守邓艾发兵前去攻打。大军到达后，立即切断了2城的交通和水源。勾安和李欣出城挑战，但陈泰按兵不动，不与其交战。不多时，城内的粮草便不足了，将士们饥渴不堪，仅靠残余的一点粮食和融化的雪水度日。姜维得知消息后，连忙赶来救援。当大军到达牛头山的时候，陈泰早已在这里等候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牛头山位于今天甘肃省岷县东南，洮河南岸。陈泰命令属下的将领们各自坚守营寨，不得与姜维交战，并派人给郭淮送信，建议郭淮率领主力向牛头山靠拢，一起歼灭姜维。于是郭淮便率领主力进逼桃水，企图截断姜维的退路。姜维见状，只能下令撤军。勾安和李欣等人则由于孤立无援，献城投降了曹魏。这时，南安太守邓艾给郭淮建议说，姜维大军撤离的地方并不遥远，说明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也许很快就会反扑过来，因此我们应该分兵驻守，以免发生意外。于是郭淮便留下邓艾的大军驻扎在白水北岸，以防止蜀军反攻。3天之后，姜维果然派遣廖化率军前往白水南岸扎营，与邓艾遥遥相对。邓艾对将领们说，我们的兵力比蜀军少，按照常理，蜀军应该立即渡河前来攻打，可他们并没有渡河的打算，而是架设浮桥，准备长期对峙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廖化的作用是牵制我军，而姜维真正的目标应该是率领主力向东突袭桃城。桃城即今天甘肃省临潭县西南，在白水之北，距离邓艾的驻地大约60里路程。于是邓艾便在当天夜里秘密出兵，抢先占据了桃城。天亮后，姜维果然率领重兵来到了桃城附近，但是得知桃城已经被邓艾占据后，只能撤军而去。至此，第4次北伐结束。此战姜维虽然未能取胜，但在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的情况下，还能与魏国的众多将领对战，并且双方互有胜负。而且费祎掌权之后，坚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反对穷兵黩武，因此姜维每次北伐，费祎给他的兵力都不超过10000人，可见姜维能够取得如此战果，已经实属不易了。250年12月，姜维发动了第5次北伐。这次的目标是联合羌人攻打西平郡，西平郡的治所在西都，即今天的青海省西宁市。最终由于路途遥远，未能攻克西都。此战中，他俘虏了魏国的中郎将郭修，刘禅拜其为左将军。然而郭修不为所趋，一直找机会准备刺杀刘禅，但总是无法靠近，于是他便准备改变目标，刺杀费祎。253年，费祎在汉寿开办岁首大会的时候被郭修刺杀身亡。从此蜀汉的军政大权便落在了姜维的手中。因此姜维的前5次北伐都只是奉命出征，他不仅不能自己做主，还受到费祎的极大限制。而且5次北伐都是出兵陇西，目标是引诱羌胡人归顺蜀汉，从而控制陇西。费祎去世之后，
蜀汉的军政大权便由姜维掌控，也就意味着此后的北伐他可以自己做主。那么他之后的北伐战果如何？还会有其他的阻碍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姜维的第6次北伐是与东吴的诸葛恪同时发起的。那么诸葛恪的20万大军为何惨遭失败？他本人又是如何被杀的？姜维掌权之后的第1次北伐战果如何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第6次北伐及诸葛恪被一灭三族。252年10月，孙权病逝，年仅10岁的孙亮继位，朝政由太子太傅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把持。同年，他便命人修筑了东兴大堤，并在两山之间修筑了2座城关。此时，诸葛恪的堂叔诸葛诞是魏国的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事。他得知诸葛恪修筑东兴大堤后，认为东吴是在为攻打曹魏做准备，于是他给司马师建议，应该立即发兵征伐东吴。11月，曹魏兵分3路向东吴发起攻击，其中中路军由冠丘俭率领，目标是进攻武昌；西路军由王昶率领，目标是江陵。他们的作用是牵制东吴在长江上游的兵力，使其无法支援东兴。最后便是东路军，由司马昭任都督，统领征东将军胡遵、镇东将军诸葛诞，共计7万人马，目标是东兴大堤。大军到达后，胡遵等人便命令将士们架设浮桥，渡过濡须水，陈兵于大堤之上，然后分兵攻打东关和西关。但是由于城关修建在高峻险要之处，一时无法攻破。消息传到建业，诸葛恪亲自率领4万大军，日夜兼程赶往东兴救援。他让丁奉和吕据以及刘赞和唐咨等人为前锋，率先出发。丁奉对其他将领说，大军的行动过于迟缓，如果让魏军占据了有利地形，我们就很难与他们争锋了。于是他亲自率领3000人扬帆行船，只用了2天便到达东关，占据了徐塘。此时漫天飘雪，天气十分的寒冷。丁奉得知魏军前部的兵力稀少，而且胡遵等人正在饮酒聚会，于是他便对手下说，封侯赏爵就在今天。然后他让士兵们脱下铠甲，只戴着头盔，丢掉长矛和大戟，只拿着短刀和盾牌，跳入冰冷的水中。魏军的士兵们远远看见后，不仅不整兵准备对抗，还都大笑不止，嘲笑吴军。吴军上岸后，立即开始击鼓呐喊，冲向魏军的军营。魏军这才反应了过来，可已来不及抵抗，纷纷开始溃败。魏军的前部营垒很快就被攻破了。正在这时，吕据和唐咨以及刘赞等人也相继赶到，魏军惊恐万状，四散奔逃，争相抢渡浮桥，导致浮桥断裂。魏军的士兵们只能自己跳入水中，相互践踏着逃跑。魏军的将领韩宗和桓嘉等人沉没在水中，数万人战死或被淹死，缴获的车辆和牛马以及骡驴等物数以千计，辎重器物堆积如山，魏军大败而逃。主将司马昭非常气愤，他询问众人说，此战的失败应该由谁负责？军司马王仪便说，应该由元帅你自己负责。司马昭大怒，立即下令斩杀了王仪。中路军的冠丘俭和西路军的王昶得知司马昭大败后，各自烧毁营地，也相继撤军而还。至此，东兴之战结束。消息传回洛阳，大臣们纷纷上表，建议将此次出兵的将领罢免或降职。可司马师却说，此战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我未完全听从诸葛诞的建议，将领们何罪之有？最终，他只削去了弟弟司马昭的爵位，其余将领则不予追究。诸葛诞和冠丘俭则调换了管辖区域，让诸葛诞都督豫州，冠丘俭则都督扬州。反观东吴，这是诸葛恪掌权以来的首战，也是东吴近年来最大的胜利。因此，诸葛恪非常高兴，决定趁机继续扩大战果。253年春，他准备发动20万大军，继续攻打曹魏。大军出发之前，他派李恒前往蜀汉，说服姜维一起出兵。3月，诸葛恪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征调20万大军出兵攻打合肥。都督扬州的冠丘俭面对吴军的大举进攻，命令各地将领坚守城寨，固守待援，并立即向司马师请求支援。司马师连忙派遣太尉司马孚率领25万大军赶往寿春。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，
以74岁的高龄挂帅出征。他到达寿春后，认为进攻方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方能有机会成功，因此他准备暂时不与吴军交战，等吴军的人力和粮草消耗的差不多时再发起攻击。于是全部的压力便都给到了驻守合肥城的守军，而合肥的守军只有张特率领的3000人，他们硬生生地拖住了诸葛恪的20万大军1个多月。城池虽然是守住了，可是病死和战死者已经超过了半数。于是他便假装向诸葛恪投降，而实际上却趁机休战，让将士们有喘息的机会，以及修补城防工事。就在这时，东吴的军中爆发了疾病，很多士卒患上了腹泻和脚气病。当各营的军官每天上报的患者越来越多时，诸葛恪非常的气愤，怀疑军官们谎报病情，于是扬言要把他们全部杀掉，军官们便不再上报患病的人数。此时他明知自己兴兵伐魏将会无功而返，但他耻于承认自己的问题，并且恼羞成怒地将怒火发泄在其他人身上。朱桓的儿子朱毅劝告他立即返回豫章郡，但诸葛恪不仅不听，还将他罢官后遣送回建邺城，夺取了他的兵权。都尉蔡林多次劝说，诸葛恪一概不予采纳，蔡林便策马投降了曹魏，并将东吴此时的军情告知了司马孚。司马孚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立即命令大军出发，前去攻打吴军，并让冠纠简和文钦率军切断吴军的退路。诸葛恪得知后万分惊恐，连忙下令撤军。可是吴军经过1个多月的消耗，士气非常低迷，在魏军的猛攻之下溃不成军。而且患病的士兵太多，撤退途中大量染病的士兵流落在道路两旁，被魏军俘虏。文钦则率领精锐奔赴吴军的退路河鱼，吴军被斩首了万余人后，才狼狈地退到了江边。然而诸葛恪依然不肯退兵，在江边停留了1个多月，准备让大军前往浔阳去屯垦。可朝中的大臣们心急如焚，不得已只能让皇帝孙亮下诏，以皇帝的诏命强制让他率军返回。最终在一封接着一封的诏书催促之下，诸葛恪才慢悠悠地率军返回了建邺。回去之后，他就怒斥中书令孙黑说：“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乱发诏书？”孙黑只能主动告病辞官而去。其他赞同皇帝给诸葛恪下诏的官员则全被罢免，诸葛恪重新选任自己的亲信担任。接着他准备继续整军去攻打青州和徐州。东吴的百姓和官员们得知后，对诸葛恪大为失望，怨恨的情绪也逐渐产生，这让孙峻看到了机会。孙峻是东吴的宗室，孙坚弟弟孙敬的后人，同时也是孙权女儿孙大虎的情人。他与孙亮密谋，准备除掉诸葛恪，于是孙亮摆下酒宴，邀请诸葛恪前来赴宴。最终诸葛恪在酒宴上被孙峻斩杀，终年51岁。他的儿子诸葛悚和诸葛建闻讯后，准备带着母亲逃跑，结果诸葛悚被追上之后斩杀，诸葛建则被逮捕，弟弟诸葛荣服毒自尽。最后诸葛恪被一灭三族，外甥张震和常侍朱恩等亲信也全部被杀。之后孙峻被拜为丞相和大将军，都督内外军事，开始执掌朝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姜维北伐。曹魏与东吴交战的同时，姜维也发动了第6次北伐，也是他自己掌管兵权之后的第1次北伐。他率领数万人出击石营，即今天甘肃西河县西北，越过董亭，即今天天水市西南，之后迅速包围了南安郡。司马师得知后非常担忧，他询问于嵩说：“现在东边和西边的战事都很危急，该如何是好？”于嵩回答说：“姜维手握重兵，与诸葛恪遥相呼应，但他却抢食陇西的麦子，没有长期作战的根基，因此只要派遣关中诸将急速行军，便可出其不意，将其击败。”于是司马师便命令征西将军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率军前去攻打。当陈泰率领援军赶到洛门的时候，姜维却因为军粮耗尽，率军撤往了汉中。洛门即洛门郡，今天甘肃甘谷县西。至此军粮不济，再一次成为蜀汉北伐的制约因素。姜维的第6次北伐结束，这一年姜维52岁。254年和255年，姜维2次北伐曹魏。
那么这2次北伐的战果如何？被黄忠斩杀于定军山的夏侯渊之子，为何要投奔蜀汉？邓艾又是如何到达陇西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的第7次和第8次北伐。254年正月，姜维回到成都，刘禅让他都督内外军事，从此姜维便真正的掌握了蜀汉的军权。同年，司马师诛杀了李丰和夏侯玄等人，并且废除曹芳，另立曹髦为帝，致使冠丘俭和文经叛乱。与此同时，狄道的长官李简秘密地向蜀汉请降，姜维得知后非常高兴。同年6月，他便率领着荡寇将军张仪等人前往狄道迎接李简。狄道位于今天甘肃临洮县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，秦长城的起点，而且有洮河作为天然屏障，自古便是易守难攻之地。不久之后，姜维的大军便到达狄道，李简则率领官吏和百姓出城迎接。曹魏的将领徐志得知后，立即前来救援狄道。姜维派遣张仪前去迎战，虽然最后张仪战死，但魏军的伤亡却是蜀军的数倍。之后，姜维趁胜围攻襄武，与徐志展开激战，再次大破魏军。接着，他先后攻破河关和狄道以及临洮等地，并将这3个县的百姓带领着撤回了汉中。然后，他将百姓们安置在绵竹和樊县居住。姜维的第7次北伐结束。第2年，即255年3月，司马师病逝于许都，司马昭被拜为大将军，开始执掌朝政。姜维得知后，认为曹魏的政局不稳是北伐的绝佳机会，可征西大将军张翼却认为蜀汉国小，不应该穷兵黩武，与姜维在朝堂上争论不休。但姜维不听劝谏，执意北伐。同年夏天，他便率领夏侯霸和张翼等将领以及数万人马，第8次北伐曹魏。这是姜维历次北伐中规模最大的一次。夏侯霸是夏侯渊的次子，当年夏侯渊被黄忠斩杀于定军山，夏侯霸常常咬牙切齿，立志要为父亲报仇雪恨。高平陵之变后，曹爽被杀，曹爽的亲信也都受到了牵连，其中就包括夏侯玄和夏侯霸。夏侯玄作为曹爽的表弟，被任命为征西将军，负责镇守陇西。曹爽被杀后，司马懿便将他召回京城，任命郭淮为征西将军。由于夏侯霸是夏侯玄的堂叔，又是曹爽的亲信，而且他还与刚上任的征西将军郭淮不和，因此出于对自己安危的担忧，连忙逃往了蜀汉。那么，既然他与蜀汉有杀父之仇，为何还要投奔蜀汉呢？原来他有个堂妹，当年外出打柴时遇到了张飞，被张飞娶为妻子，生下的女儿便是此时刘禅的皇后。因此他投奔蜀汉之后，刘禅非常高兴，立即任命他为车骑将军。8月，姜维的大军到达扶罕，即今天甘肃临夏县东北，然后准备向狄道进军。此时，雍州刺史是刚刚上任的王经，驻守在上邽。征西将军郭淮已经病逝，由陈群的儿子陈泰接任，驻守于陈仓。得知姜维率领数万大军前来，王经非常慌张，连忙向陈泰请示。他给陈泰写信说，蜀军准备从岐山、石营以及金城3路发起进攻，所以他准备率军前往石营迎敌，同时分兵驻守岐山，让凉州的魏军前往扶罕侦察，并迎击金城方向的蜀军。可陈泰认为王经的情报并不可靠，一方面按照他的分析，姜维不可能如此进军，另一方面即使姜维兵分3路进发，以王经的战术也是无法阻挡蜀军的。因此他命令王经率军进驻狄道，并且只可坚守，不可迎敌。他将亲率大军前来救援，等他到达后，在里应外合夹击蜀军。于是王经便率军进驻狄道，陈泰则从陈仓出兵赶往陇西。然而当姜维率军赶到狄道附近时，王经觉得蜀军长途跋涉而来，必定疲惫，趁他们还未休整之前，突然发起袭击，定能将其打败。于是王经便率军出城，与蜀军在洮河西岸展开激战，结果魏军惨败，战死者多达数万人，仅在逃跑时淹死在洮河里的士兵就有万余人。王经这才感受到了蜀军的勇猛，不得已只能率领残部退回狄道城，坚城固守不出。
这时，张翼对姜维说：“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，应该适可而止。如果继续进军，也许会毁掉这次胜利，是画蛇添足的行为。”没想到姜维大怒，不肯听取张翼的劝告，立即下令围攻狄道。陈泰此时还在赶往狄道的路上，当他得知王经不听命令，擅自出城导致大败后，既气愤又焦急，连忙让骑兵率先出发，他亲自率领步兵跟随，急速赶往狄道救援。远在洛阳的司马昭得知王经战败后，担心陈泰不能单独挽救战局，于是立即让长水校尉邓艾率军前去救援，同时让自己的叔叔司马孚镇守关中，以为后援。就这样，姜维包围着王经，而陈泰和邓艾则准备包围姜维。不多时，陈泰和邓艾的援军便陆续到达上邽。这时，邓艾认为王经已经战败，致使蜀军士气高昂，而我们率领的都是仓促聚集的散兵，士气不高，如果再次战败，陇西必然动荡。因此，他建议让王经固守狄道，拖垮蜀军，我们固守要塞，避其锋芒，等蜀军疲惫之时再发起攻击，便可一战而胜，这便是舍小利而顾大局。并且举例说，如果被毒蛇咬了手，壮士就应该把手腕砍去，以保护身体不被毒害。可陈泰却说，姜维轻兵深入，粮草必然不足，如果他攻下狄道，然后向东进兵，就能得到足够的粮草，然后他再收拢降兵，招纳羌胡，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可就彻底被动了，所以必须速战速决。随后，他便命令大军连夜出城，避开姜维设下的伏兵，隐秘地越过高城岭，然后绕到狄道城东南的高山之上，燃起无数的烽火，并且命令士兵鼓角齐鸣。狄道城里的将士们得知救兵已到，士气瞬间高涨。姜维没有想到陈泰的援军来得如此快速，为了试探敌军虚实，他亲自率军绕过山峰，与魏军展开激战。结果魏军果然人多势众，一时无法取胜，只能退回营垒。这时，凉州的魏军已经从金城关赶到了沃甘坂，即今天兰州市阿甘镇。陈泰便扬言要截断蜀军的退路，致使蜀军惊恐不安。9月25，姜维只好撤军退到中堤，即今天甘肃临洮县南。狄道城里的将士们终于被解救了出来。王经感叹道：“城中的粮食已经不足10天，如果不是救援及时，恐怕就要全城覆灭了。”战后，王经被召回京城另行任命，邓艾则被正式任命为安西将军。从此，他便驻守陇西，成为了姜维最为强劲的对手。至此，姜维的第8次北伐结束。